这是一个非常吐口水了嘛。Hello， 大家好，我是 Melody。那今天的影片呢，就是很专门的要跟大家分享 ABH 跟 Benefit 的眉笔，因为他们很常都是在眉笔界被讨论的两大龙头。然后我自己当初在选择的时候也是，其实不知道到底要选哪一个好，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可能是 ABH 派或者是 Benefit 派，然后都还蛮多人在推荐，然后可能都很好用，可是因为他们也不是真的到就是非常便宜，尤其在没打折的时候，所以我一开始也是还蛮纠结。然后我也是在打折的时候买了 ABH 的眉笔，它之前也有出这种组合系列，就是一个眉笔跟一个眉胶。如果对于会用眉胶的人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组合，而且它是迷你的眉胶，就是带出门旅行很方便。然后 Benefit 的眉笔的话，我之前也是先买了一个这个迷你版的试用，然后它就是一般的眉笔，只是它就是没有刷头，但是用完之后我就是也是非常喜欢，所以我前阵子又购入了正货。那这次的重点我都是着重在于两款眉笔的极细眉笔的那个产品，然后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进入两款产品的心得吧。那在开始讲之前，大家先看我两边的眉毛，会觉得有什么差别吗？或是会觉得哪一边比较喜欢吗？它其实都一样。如果省略就是画的方式或是缺陷的话，那我自己在使用就是 ABH 跟 Benefit 的眉笔的时候，其实在第一印象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还蛮明确的比较方式，就是我觉得 ABH 的眉笔比较像 HB 铅笔，然后 Benefit 比较像2B 铅笔，所以 Benefit 的会比较软一点，然后颜色会更显色一点。然后我其实刚刚在画的时候，现在虽然就是感觉不太出来，但是我觉得6号色，虽然它是说冷黑灰色，它其实还是有在更带多一点的暖棕调在里面。如果跟 ABH 比的话，那 ABH 的 Ebony 这一支，它就是比较硬一点，比较干一点。如果跟 Benefit 比的话，所以它上去的笔触也会比较淡一点。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蛮不习惯的，因为我现在有在养眉毛，但是我之前眉毛是更稀疏，基本上就是全部都要靠画的，我就觉得这个很不给力。所以如果是我个人的建议的话，我会觉得 ABH 的眉笔比较适合你本来就有眉毛的人，然后你只是用来填补缝隙或是补强一下眉尾的线条，我觉得这款还蛮适合的。那至于像我之前那样，就是基本上其实现在也是有一半还是啦，就是如果是像我比较需要大面积的描绘跟画出那个眉形，然后你不想要用眉胶，可能太利落了太夸张了，你想用自然一点的感觉的话，我觉得 Benefit 的眉笔蛮适合用来画出整个眉毛，因为它就是很显色很饱满。然后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 ABH 刚上去比较自然的感觉，有让我想到植村秀的武士刀眉笔，因为在来欧洲之前我都是用那支，只是因为这边没有植村秀的柜，所以没有人可以帮我削，所以我就开始去找不同的眉笔。然后植村秀的武士刀眉笔我也是拿黑灰色，它就是比较自然，笔触比较清淡一点。ABH 有让我想到它。那基本上很快速就把两支眉笔我觉得质地上面的主要差异说完了，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喜好，然后上面是我自己觉得我以后会用来选择我要买哪一支的评比，我要买哪一支眉笔的评比准则吗？评比准则。但是再来还有要讲的就是他们的包装的部分。ABH 这个我之前有看过人家的 review 有讲到，就是说它的眉刷这支是新的，所以它还蛮坚固的，就是这个卡榫也都很紧。但是我之前就有听人家在讲过，它的眉刷就是不太坚固，然后就有人说这样刷一刷，然后就断了。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你这个也刷太用力了吧？反正我那时候在想说，正常人就刷，像我知道有的人可能就力道比较强，可是我就是比较爱惜产品的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轻轻的刷。我就想说，正常也不会吧，而且因为这看起来就是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其实大部分的人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这是我旧的那一支，我已经用了几个月，断断续续的在跟其他眉毛产品交替使用。然后它的卡榫就已经是蛮松的状态，但这个也不打紧。可是主要是它的，就是这个是我刚刚把它塞回去的，它其实已经整个就是掉了。然后它的就是它是这整个头裂开，我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到，但是它是这边整个现在已经摇摇欲坠裂开，然后我把它插回去，先勉强这样。但最扯的是，它会这样的原因，并不是我的使用上有什么问题。它第一次开始有裂痕缺一块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带它出国的时候，我就放在那种旅行包，然后就跟其他产品放在一起就好好的啊，然后一打开的时候它就这样了。然后第二次我就是去其他地方旅行，然后我就是背着一个后背包，然后把就是产品就是也是放在那种化妆包里面，然后放在最上层。然后我可能有在坐巴士的时候趴在我的包包上睡觉，但是它也不是说什么放在最顶层，它应该就是在底下，就是那种跟其他的笔状类产品放在一起，也没有就是很严重的毁损，或者是我也没有就是很用力的去敲打我的书包或者什么的，然后打开之后它就是整个已经裂开，就整个基本上已经掉出来，所以也完全没办法使用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扣分的点。我现在拿的时候它这边还会晃，好松哦。我觉得 Anastasia Beverly Hills， 如果你在听 ，if you're listening, you need to improve your packaging for its value, please。好，回来。就是我觉得以他们这么大的牌子，然后这么成功的眉毛产品的名誉名声的话，这个包装真的有点太塑料了。我一开始没有觉得，我一开始就觉得轻便、简单、方便。但是我觉得如果它根本就不能撑过几段旅行的话，它就是扣分。那反观 Benefit 的话，其实有一点作弊，因为它这个是迷你版，所以它是没有刷子，所以在这边我没有比较依据。但是我最近也买了一个新的正货的尺寸，然后这是它的没刷的部分，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更坚固一点，因为还没有使用过。但是至少我觉得这个包装就是有比这个塑料管更坚固一点吧，有吧？应该有吧？而且我好像，因为我很少去看人家就是专门针对就是 ABH 或是 Benefit 的影片，所以其实这一支我也算是就是抱持着试试看的心态，然后就没想到蛮喜欢的。所以我之前没有做过很多的功课，我其实不太知道就是网络上别人对它的美刷或是 maybe 整个坚固度的评价，但是我期待它会有坚固一点的表现。那来讲回到另外一个比较没有比较量尺的类别，就是眉胶类。然后我只有用过 Benefit 的透明眉胶，我没有用过 ABH 的。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就是蛮好用的，这个也是迷你尺寸。我觉得 Benefit 出了很多迷你尺寸的产品，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要试试看的话，你其实可以从各大美妆网站买到他们的迷你商品。然后我之前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可能被我丢掉了。我之前有买就是 Benefit 的眉胶，然后也是买迷你的，然后也是6号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品管的问题，但是我拿到那个非常非常干，就是你只要一上这边它就开始掉屑屑，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再用过，我就觉得我可能拿到有问题，或者是它可能本来就是那样吧，反正我就没有再用了。然后这个是之前 ABH 新出的眉胶，我现在有用在这边，但是我觉得我选的眉笔的颜色本来就跟我的发色没有差异很大，然后我又是属于比较没有眉毛的人，所以基本上我整个眉毛的型都是用画的，加上这个眉胶它的颜色又是比较属于黑灰色，跟我本身的眉毛颜色又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上去没什么感觉。然后我没有觉得这支眉胶有很强的就是定力嘛，就是我没有觉得它有很强的固定眉毛的效果。像我这样摸的话，我这边是没什么感觉，但是 Benefit 这边我会觉得是讲出来了，所以这边是 Benefit， 这边是 ABH。所以 Benefit 这边我会觉得它
它是硬的，它是真的会变硬，然后就是会稍微就是让你觉得就是眉毛上面有上发胶的感觉，不会到很夸张的硬，但是你会觉得比较安心，就是它就是定型了，它干掉之后它会定型在那。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不会掉啦，没有什么颜色上面的转移，但是就是很普通，也没特别大的存在感的眉胶。我之前好像有觉得它会让整个眉毛看起来很深，因为我有眉毛的地方就是在眉头，然后它又加深的话，就是整个眉毛就是没有渐层感，会变得非常的死黑。但今天好像还好，右边的眉毛我都会用 ABH 的产品。那这个的话是它前阵子新出的染眉膏，我的色号都是 Ebony。那左边的话我都会用 Benefit 的产品，这个是它的眉骨打亮，我可能两边都会上。然后这个的话是它的透明眉胶，所以两边的成果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就是来借此比较一下，因为 Benefit 我只有它的透明的眉胶。那我觉得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算是用最深的颜色 ，ABH 的眉笔还是属于比较自然的色调，然后是可以堆叠，比较不怕失手的眉笔。然后如果你想要很浮夸或是很干净利落的眉毛，应该就是它的眉胶会比较适合一点。我之前用过1-2次这个染眉膏，我也没有到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颜色非常的深，就会变得比较大胆一点。再加上这个颜色本来就跟我的发色是接近的，所以我就不会特别觉得需要用到染眉膏。这是上了之后的样子。那另外一边我们就来用 Benefit 的尴尬了，两边颜色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眉头没什么眉毛，所以我通常都会用眉粉雾开带过，所以现在没有这样做，有点不习惯。继续来上 ABH 的眉胶，这个是迷你版的，所以其实已经快用完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很好用，就是它会让你的眉毛，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因为我其实已经就是没什么眉毛的人，但是它是真的可以让你的眉毛拍拍赞。虽然我没有用过就是 ABH 的透明眉胶，所以可能无法比较，但是这个是有让我觉得有点厉害的。因为我眉毛非常的垂，右边这边是 Anastasia Beverly Hills 的，这边是 Benefit 的，然后请忽略杂乱的眉毛，因为我这半边的眉毛本来就比较杂乱一点，是真的还蛮杂乱的。那这是两边完成的样子，你觉得怎么样？好的，那以上就是很快速的我对于 Benefit 跟 ABH 极细眉笔之间差异的心得分享，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在犹豫不决两款眉笔不知道选择哪一款先试试看的朋友们。那其实在来之前我也有试过眉胶啊、眉粉啊，不同的眉毛产品。来之后我也试了几款不同牌子的眉笔，但是因为今天这支影片主要是想要比较有名的 Benefit 跟 ABH 的眉笔，所以如果想要听我对于其他像是 BH Cosmetic 或是我最近刚买的 Urban Decay 的眉笔，还有其他眉毛类产品的心得分享，或者是我的
一般的眉毛上妆程序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说，然后我就会再找时间拍一支这样的影片。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回复我。好，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拜拜。